在去年的年尾，残王哥的12生肖系列龙基在1:12搞动计量赛道，让人眼前一亮。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看由残王哥出品12大战系列七曜日阵营愤怒蛇女赛马岛。之前观看我视频的兄弟们一定知道，只要是拼装模型，我这边都会进行喷涂改色。而作为蛇属性，改色策略方面，我第一的想法就是韭菜吞天蟒。这次模型原本的配色是遵循中国风的理念，黑白相间，日月同辉，暗喻太极。红色和金色作为点缀，清丽高雅，一身白色绸缎。金色头饰与周身经文点缀，很是潇洒。敢问在下是否也有一座群玉阁？而在我的改色中，黑色的发色进行了保留，并且重新喷涂成了哑光质感，而主体身上的白色也进行了喷涂，并保留了原色，喷了消光。黑色改成了白色珠光，和主体的其他白色做出区别。肩膀和后背的披肩进行了珠光色喷涂，并且加了光油，强调质感区别，整体的形象变得更加简洁淡雅。当然，模型中的配件也支持将披风取下，以展现不同的造型，这一点非常好评。配件方面，将雨伞旁边的绸缎改成了红色，使得角色在握持雨伞时能够和主体腹部的红色形成搭配，使其更加统一。而雨伞是可以变身为枪形态，枪头采用了金色和银色互相衬托，表现更加锋利。枪尖特效件也进行了偏光喷涂，蓝中透金，暗藏玄机。保留了伞面的白色和黑色，但涂装了伞面上的太阳和月亮图案为金色，使其更加突出。接着是蛇形机甲塞缪尔，刚才我有提到想喷涂成韭菜吞天蟒，这就涉及到我肯定会用到9种颜色，只可惜我只找到8种。在蛇腹也就是骨架部分，我采用了变色龙漆，用勺子试色的效果是这样的。每经过2个腹部，则涂装一个渐变，再变为下一个变色期，由橙色到金色，金色到绿色，由绿发青，由青发紫，紫中带蓝，好痛快。视频中其实看起来并不是很明显，这边有我在拼装骨架时单独照的照片，给大家看一下。而在蛇身白色的部分，我采用了5种变色珠光，分别是珠光宝石红、宝石绿、宝石蓝、珠光紫和电视金绿。外面加了一层光油，使得整体看起来非常光滑圆润。头部的黑色部分改为了金色，螺旋桨部分改成了银色和金色。蛇背上面的凸起和额头部分的蓝色透明件做了蓝偏金的渐变涂装。其实整体都可以用到这个颜色，但是这个漆太贵了，而且断货了，我就没太忍心。蛇头的部分本来是金色，但是不小心沾了紫色偏光，于是就变成了金偏紫的感觉。大体的涂装思路就到这里叙述完毕，然后给大家说一下拼装体验。残王阁家也不是第一次做拼装模型，所以在整体的把控方面还是比较用心。明显点的叙述就是这款模型的整体喷涂大部分我使用到了板喷加1刀流，所以如果有水口的地方，我其实并没有处理，也是为了让大家看一下这款模型的板件素质如何。因为零件使用了非常多的隐藏水口，所以在成品表现很难观测到有水口的情况。较为明显的位置则是表现为部分黑色和金色的区域，比如本体的腿环和手环，还有脚腕部分的预喷涂金色和身体的肉色零件。那这边可以看到，在主体的肩膀部分是有明显的水口残留的。另外一提，我也是尝试用透明红在肉色上做了一下阴影，所以胸口和东半球、西半球是有这么一点红色晕染的。那第一次做阴影效果不如人意啊，下次继续努力学习。模型除了人形和机甲的主体之外，附赠了4款面雕，其中我觉得较为出色的是这款羞涩脸和带有机甲面罩的脸型，其中一款脸型甚至在嘴巴部分用到了嵌套的方式。你别说这个眼睛虽然惊恐了一点，但是小舌头的高光把控还是挺有意思的。其次是有4对手型，分别是近战和手枪的握持手、放松手和拳头手。虽然没有多出来的造型手，但是在把玩方面也基本够用。近战武器为长枪和短剑，长枪则是通过雨伞的变形加上透明特效件而呈现出来，武器设计很有想法，并不违和。短剑则是附赠了蓝色透明件和白色零件的替换，这里我也将白色零件喷涂成了银色，也是事无巨细了。在长枪和短剑的剑尾都有红色流苏，后期我应该会尝试一下用编织的方式做一个造型。那这里倒是在零件上上了一层光油，并没有做其他处理。而手枪则是可以通过折叠藏匿在机甲的侧翼，通体是白色，造型有些太西洋化了，我个人觉得是和整体造型有些违和的，可能在这里使用中国风的公路会更加恰当。最后则是在变身为合体形态后，作为蛇身和人体拼接时使用的替换件，零件通体保留了原本的白色，将黑色部分涂装成了金色进行统一。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把玩的体验。因为模型有一个刘海，所以这边的光打下来，看起来它的上半部分看起来都是非常暗的一个状态，有些反面角色的感觉啊。这边可以看一下可动，左
右埋头幅度都还好，往后仰头的话，因为有头发的阻挡，所以它的可动稍微差了些。然后手臂可以做到一个90度完美平台，360度旋转。大臂的根部有一个平转关节，手肘的曲肘大概有这么多，手腕就是普通的一个球形关节，然后旋转或者左右都是没有问题的。腰腹部的侧摆只有这样，再加这样，主要的侧摆幅度是放在它的腹和胸的连接处，然后前到这个位置，后可以非常厚，真的是折了哈，往前不行，往后就特别的高，几乎有一点像要扭断的感觉。再到它的胯部，胯部可惜没有设置一个下拉关节，但是往前抬腿可以到90度，往后如果不在意穿帮的话，是可以踢到这个角度的。如果在意穿帮到这个位置，估计就刚好了。在大腿的位置这边也是有一个平转关节，可以做到轻微的一个可动，然后屈膝的位置可以做到这么多，效果还是非常好了。膝盖关节的设计和之前的小青龙长得差不多，然后再到一个脚部，脚部这边的环它是没有可动的，但是腿它可以往前往后到这个位置，幅度比较高，然后侧转的话是在它的脚面里面的一个插桩，可以做到这个位置。那这个就是主体的一个可动范畴。接着就是这条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在意的蛇，它的全长几乎到了30厘米左右，拿起来的话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它的多关节把玩非常舒适。这里肯定有小伙伴会说一个拼装地狱的事儿，因为全部都是重复零件，但是这里我要提的是，它其实看起来很多，但是每一个关节每一节里面其实只有5个零件，2个黑色零件拼好过后，然后再金色零件加白色覆盖就基本完成了。所以这里的拼装大家可以不用去担心，我觉得玩起来还是很不错的。首先每一个关节之间用的是一个双球关，这边作为连接，然后直接怼拢就可以进行拼合，所以你拿起来玩它的自由度是非常高的。最大的一个半径能到这个位置这是它的一个半径屈伸，加上每个关节之间前后左右，主要这边是来看一下它的舌头的位置。舌头的话在3段也是根据球状连接可以做到一些非常基本的屈伸。玩法的话在嘴巴的地方这边可以抬开，然后里面有一个泡是可以伸出来的，看起来气势非常毒啊。像对蛇类非常害怕的朋友们，比如说我看着这个都是非常仿真的，感觉这个蛇信子的这个泡的设计非常漂亮。加上正面看的话，它的武装其实是除了嘴上的泡还有这2边的泡，手枪是可以卡在这里面的，像刚才的叙述一样。这边的设计的话采用的是一个眼镜蛇，所以在它的这个位置后边这里是可以全拔下来的，通过桩和孔的插拔，这里就放下来，就是这个东西你可以放在它身上的任何一个位置，甚至它是一个飞行背包，可以和主体背后的桩进行连接，像这个样子。然后再加上它的披风，看起来就非常圆满了。纯素的蛇的话，这样去看就比较简约很多，但是实际这个位置它并没有多的一个把玩倾向，留给你玩的地方不是很多。而且大家看头部的位置，它的嘴是不是中间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我们管它合膜线，但是它其实并不是。这边可以掰开过后进行变形，这边我已经把下巴给变了，然后头尾相接，把头转起来，把2边通过圆桩给掰开，就会给你一个头已经给分裂开，然后再进行炮击的一个效果。这个设计我觉得还是很好玩的，乍一看特别有异形的滋味。最后就是玩法方面，这边可以通过把它的双腿取下，然后和刚才提到的连接件进行拼合。拼合完毕后是这么一个形态，接着再把舌头直接拔下，这边大家看是2个桩直接拔下来，留下这一个双连接关节，然后直接把2个主体进行对接。刚才有说到的一个飞行背包大家看这里有一个圆桩，将它的这个披风抬起过后根据重力学，所以这个东西应该是往下放的，再把后面的桩互相连接，然后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背包。从正面看的话就是这个感觉，再加上双枪加持，模型额外附赠的还有4个喷口，分别对应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可以把喷口加上去过后，呈现出一种正在飞行的感觉来从一边查看这种它的
动感就会更强一些。同时模型还准备了2个支架，便于你在把玩的时候蛇身过于疲软然后支撑不住。当然它这个蛇身的话其实已经是很结实的一个状态了，并且玩的时候你看我掰成这个姿势，它不会说一垮就垮下去。除此之外，这个模型我没有说到的东西就是它还附赠了一张水贴，我实际没去用的，并且上面有一个标志是可以贴到它的胯部，强调一下细节。同时还有2个临界，就是这2版，它的胸口和肩膀部分是，如果你不喜欢这种肉色，是可以加上这种颜色，然后做出一个什么呢，丝网的感觉。这个地方厂家还是特别有新意的，我觉得很不错。那这个就是志奇模型藏玩阁出品的赛马脑的整体的一个测评主要就是叙述一些做工或者是喷涂表现了。如果有我没说到或者没讲到，大家想问的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弹幕提出来，我都会一一回复。那这期视频就到这个地方结束，我是欧奇喵，我们下期再见。